一般来说，被中共中纪委表扬的都是优秀党员、人民公仆。但是最近，海外中文圈给中纪委又提名了一位特殊人物——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姓伊85后美女副教授。她是一位在央视春晚压轴演唱《难忘今宵》的女高音，一个被官方包装成冬奥火炬手、一带一路形象大使的文艺明星。现在有人又给伊教授颁了一个新头衔——反腐女英雄，理由也很简单粗暴。据说他手里攥着一份和他有染的中共中央委员黑名单，好几个正部级官员的落马都被爆料者和这份名单联系在了一起。大瓜一出，在中文互联网掀起了不小的浪花。而且这位副教授的资料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官网里诡异地消失了，似乎又给爆料增加了一点似曾相识的味道。那么一个为党国唱红歌的女高音是如何被舆论抬举成中纪委秘密武器的呢？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这波对伊利园封神的第一棒是海外独立时评人蔡胜坤11月18号在 X 平台上发的那条帖文，大意就是传媒大学副教授伊利园应该被中纪委授予反腐女英雄的光荣称号，好几个部级高官的落马都跟他有关。上海的董云虎已经被扳倒，吉林的景俊海提前退场，西安的方红卫也出事了。凡是跟他走得近的宣传口高官，现在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紧接着，自媒体人苏小荷在油管节目里又加了一勺料，他说北京有个85后美女副教授，长得比彭丽媛、宋祖英还漂亮，手里有一份巨大黑名单，上面都是跟她有染的中央委员，一个一个有图、有真相、有视频。现在人已经被控制起来，民间有人叫她反腐女中豪杰。苏小荷甚至个人猜测，最近神隐不露面的蔡奇很可能也在这份名单上。最后他还顺手送给中共一句优良传统的评语，4个字：共产共妻。既然说到黑名单，那就得先看第一名董云虎，他的落马可以说是中共宣传系统教科书式的塌房。董云虎中央外宣办出身，干过西藏宣传部长，又当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最后做到上海政协主席、市人大主任的位置。一路走来，满嘴都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典型的红墙话语生产者。结果2023年被查，2024年被一审判决，受贿1.48亿，无期徒刑。中纪委的官方通报里有几句很关键的措辞：生活腐化、搞权色交易。这个时候，蔡胜坤的那句话就被很多网友自然地拼进了八卦拼图里。董云虎上榜伊利园名单。第二名景俊海，他的标签更敏感一点，被称为习近平家奴。媒体早就扒过他的发迹史，当年他在陕西主导给习仲勋修陵园，把原本10来亩的墓地扩成了数万亩的红色景区，从此被视为对习家有功，一路高升。从陕西省宣传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到北京市委副书记，再到吉林省长、吉林省委书记。2024年，他刚刚63岁，就突然从吉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离，转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退居2线。今年11月，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落马后，多路海外爆料都指向景俊海已经被中纪委控制审查，只是暂时没有官宣。就在这档口，蔡胜坤又把一个关键桥段扔了出来，说景俊海与北京这位美女副教授暧昧多年，甚至有子，这些隐私问题已经被中纪委掌握。这类爆料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渠道确认，但对于外界来说，光是习家奴加暧昧情妇加被内部审查这几个关键词连在一起，就足够拼成一个劲爆故事。而这恰恰说明中共政治的隐秘面已经无法靠官宣掩盖，人们本能地从私生活里寻找权力崩塌的线索。第三名是方红卫。今年11月7号，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这之前，他已连续缺席多场重要活动，各路消息都在说人已经被带走。他有2个特别敏感的标签：习近平的老乡，二人同为陕西富平、渭南这一带的陕北系，方还进入了习的清华校友圈，被视作习家军一员。于是有人把这条线往上连到习家族内部的清洗，往下连到公共情妇黑名单。在西安书记方红卫突然落马，吉林前书记景俊海传闻被查的时间点上，一个传媒大学的美女副教授被传出是反腐女英雄，就格外耐人寻味。在中共这个体制里，当政治风向转变，派系开始互咬时，情妇、黑名单这些关键词总是会反复出现在权力更迭的故事里。我们这里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吃瓜，是带有一点考据和查证的严谨吃瓜。我刚刚在中国传媒大学校级网站上搜伊利园的名字，能看到3条结果。他是2020至2021学年校级优秀班主任拟评人选，能看到2020年度新增研究生导师资格名单里有他，还能在2021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里看到他的名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确实是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而且曾经被学校当作优秀班主任、骨干师资对外展示过。可一旦把搜寻范围换到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的官网里，再搜同样的名字，结果却只有4个字：暂无数据。按照常识，一个刚刚还有电视剧上星、作品在榜、春晚、冬奥频繁露脸的年轻骨干，学院网站上应该有个人简介页、教学科研介绍、新闻报道或活动照片。突然之间，相关页面统统消失，只剩下总校网站里那些来不及清洗的历史文件，这就显得很不正常了。但是对一个擅长删帖、屏蔽、降温的政权来说，这恰恰是一种熟悉的姿态。当某个人从宣传样板变成政治风险时，第一步不是澄清、辟谣，而是先把它从公开页面上抹掉，再慢慢决定下一步如何处理本人。就像很多人说的，爆料未必都是真的，但体制的反应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线索，比任何辟谣声明都更值得玩味。再往前翻看百度百科伊利园的词条，可以说把一个红色完美女高音的人设做到了极致。伊利园1987年出生，北师大新闻传播学本科，跨专业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声乐表演硕士，论文写的是军旅歌曲是解放军特有的政治优势。舞台履历就更亮眼了，央视春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各省卫视春晚的常客，参加国庆70周年联欢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下歌唱同欢同乐同祝愿，参与北京冬奥倒数计时、冬奥歌曲录制、冬奥火炬传递，主唱献礼电视剧《光荣与梦想》、功勋、人世间的主题曲和插曲，频繁出现在华鼎奖、慈善晚会等各种官方大舞台。官方赋予他的荣誉头衔更是长长一串：一带一路形象大使、冬奥文化推广使者、中国慈善明星、中国10大品牌女性、长春文化使者、吉林省文艺志愿者形象大使、各种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等等。仔细看这些奖项和身份，不难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几乎全部来自党国体系内部的评选和活动，而不是民间的口碑。再看他的代表作名字：共圆中国梦、理想照耀中国、百年再起航、共和国之恋、人民江山、冬奥我们拥抱你。每一个歌名本身都是中共政治口号的变体。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跨界歌手，而是被中共体制精心塑造出来的为政权唱赞歌的人。如今伊利园这样一个从头到脚都闪着主旋律的人物，却像军中妖姬汤灿一样，被舆论贴上了中共高官、公共情妇的标签。要看懂这个标签，就得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回顾一下中共几十年的公共情妇史。
远的不说，2007年，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落马，一个叫李薇的女人浮出水面。媒体披露，她不只跟杜世成有染，还跟财政部长金仁庆、中石化总经理陈通海等多名高官纠缠不清。公共情妇这个说法就是在那一波发酵开的。后来又陆续有人把李薇、卢嘉丽、王菲、徐小婉称为4大公共情妇。再往后，公共情妇们在中共的反腐风暴里就时不时地占据一个八卦板块。而到了2010年前后，军中妖姬汤灿的故事把这套逻辑推到了极致。一个湖南女孩靠歌声从地方文工团一路唱到东方歌舞团、春晚舞台，被贴上新民歌领军人物的光环，后来又被军队文工团特招，最后升至大校军衔。坊间传闻里，她的入幕之宾的名单很长，也很吓人。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总后副部长谷俊山、政法沙皇周永康、重庆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还有以给中共高官输送美女而闻名的央视副台长李东生。汤灿在2011年人间蒸发，不久传出他因涉高官案件被判刑。2016年前后，有消息称他已减刑出狱。这2年，汤灿零星出现在老乡会、酒店小商演上，穿着朴素，身形消瘦，在简陋的宴会厅临时舞台上唱《祝福祖国》龙船调，跟当年那位珠光宝气出入高端音乐厅的军中妖姬判若两人。换句话说，像汤灿、李薇这样的公共情妇，在权力巅峰时期是集体娱乐权贵社交货币，一旦风向逆转，他们就被割裂出去，成为反腐样板、警示教材，甚至连名字都被国内搜寻屏蔽。今天，中共传统的公共情妇叙事里又加上了伊丽媛的名字，体制没变，只是演员换了人。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媒体彻底被阉割、司法不独立的体系里，官员升迁看的是忠诚和政治投靠，有时候权钱之外的性贿赂反而符合了某些需求。于是公共情妇就成了情色版公款消费加政治保险，大家一起玩，说明是一条线上的自己人，彼此都握着对方的把柄，就更不敢轻易反水。但同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派系斗争时，对手随时可以把这些床上档案翻出来，当作反腐利器，谁掌握了更多的床照视频，谁就能在博弈中多一张牌。朋友们，本期我们不是在做私德审判，但是我们却能在八卦之外看到一个真相。中共这套集权制度把人当工具，把身体当筹码，把女性当作交易货币和反腐证据。只要这套机器还在运转，昨天有汤灿，今天有伊丽媛，后天还会有新的公共情妇、反腐女英雄被推上台前。您对今天这个大瓜满不满意？有没有新的线索、不同的看法？也欢迎在留言区补充。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